哪怕你做了很多错事儿、很极端的事情，他也不会离开你。喜不喜欢？什么时候开播的？刚开始啊，刚开始。女生说她有喜欢的人怎么办？那跟今天的主题不符，好不好？你可以听我的社交软件必吃吧，去找一些就是比较容易追到的女生，这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讲的就是给大家分享，你和一个女生已经确定关系了，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了。哎，这个时候你想跟她长久在一起，一生一世一辈子，让她不离开你，怎么做？所有的前提都建立在她对你有一定的兴趣，而且都确定答应做你女朋友了，给你确定关系了，想的是怎么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这是最重要的，好不好？今天化妆了吗？没有啊，今天就是除非她是个超级大正妹，不然怎么可能化妆呢？对，好。欢迎各位兄弟，人数还没有到齐啊，人数还没有到齐，没关系，我们稍等一下，等人数多一点，我们再正式开始给大家分享。以前所有的直播你都可以不听，今天一定要听到底，因为今天才给你分享是最干货的东西，好不好？绑定，让这个女生跟你在一起长久绑定，最重要的东西，好吗？樊公子，话筒音量大一点，我都离这么近了还不大吗？我都离这么近了还不大？你要有多大？那我声音小的话，你把麦克风，你把你的手机铃声调高一点不就好了吗？自己抓的头发吗？不是你，我发现每次总是有哥们儿问我这个头发，你为什么要问我，老是问我头发呢？这有什么难度呢？啊，我都说了，我有化妆师、发型师、P 图师，所有的照片都是 P 图师 P 的，头发每次直播前都会有发型师抓，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好那个的呢？对不对？你帅啊，对啊，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两性关系的公司嘛，所以我们这个发型变帅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得专门有人，因为每一个来我公司上班的、来我公司工作的人都得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脱单环境，需要他就是首先提供的第一大便利就是找女朋友比较方便。对吧？所以我们定期会有展示面的拍摄活动啊，内部的情感培训啊，还有一些每次出去约会什么的，回来免费导师指导啊，都是在我们公司上班的这个内部福利，知道吧？谈长期恋爱选靠谱女人用什么？你看我第一节课。我们今天我们这个长期关系的逻辑不是给大家一共讲了3节课吗？每一节课讲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一节课最主要的是给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找到适合你的女生，然后再从认识她到追她的这个过程，哪些错误不能犯。昨天晚上讲的是从在一起那一刻开始到往后倒推3个月，3个月的时间内你应该做哪些事情。今天讲的就是3个月到半年这段时间，3个月到2年之内。你要做到哪些事情？为什么要是2年？因为通过我自己的经验，我发现就是你和一个女生在一起2年之后，很难分掉手了，很难把手分掉了各位兄弟一定记住啊！就是你看市面上很多情侣，只要他2个人是1、2周能见1次面，按照这样的相处密度，接触2年以上，基本上很难分掉了，除非一方就是非人的因素，都不会轻易分手，而且大部分分手都是男方这边不想在一起了。女人能跟你在一起2年，很少有女生主动提分手的。而且你记住啊，你以后问你以后问，就是你问他为什么分手，只要这个女的跟你说这个男的有多崩溃，怎么样，我告诉你，都是男的跟他分手的，你知道吧？都是男的主动把他甩掉的。如果一个女的跟你说性格不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的，那说明都是她就是她看不上这个男的，她把这个男的踢了，知道吧？你不是被锤了吗？我被谁锤了？你是本人还是放的片儿啊？他妈的，回答这个问题真的脑袋痛啊！什么叫被谁锤？被锤了？被谁锤了？
不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脑子他妈有病的人呢？你他妈的没有自己的评判能力吗？好啊 ，OK， 好 ，OK 啊。我看各位啊，现在是10点29分，看各位兄弟已经来的差不多了，我们等一下就正式开始啊。等人数多一点，我们就等个2分钟左右，我们就正式开始给大家分享。哪里看录播？你今天这个账号，你在哪个账号看我直播的，就在哪个账号看录播啊！不要再问我怎么把饭吃到嘴巴里了，不要让我教你用左手拿筷还是右手拿筷，放到嘴巴里嚼几下，用舌头配上牙齿，加上口水往嗓子里咽。你不要问我这种问题好不好？我不是他妈幼儿园培训班啊，我现在不是幼儿园讲课啊，告诉大家那么基础的问题，好不好？看到很多哥们儿的问题，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感叹，就是我觉得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听我直播，你能听得懂吗？就是你问我这些问题，我真的很怀疑你能不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雨露均沾，这么有深度的内容能吸引到智商差距如此之大的人。好吧，要不找点托来提问吧啊，不用找啊，我从来不找托的啊，从来不找托的。你这个信息也太滞后了吧？信息太滞后了。B 站的账号是被人举报了吗？没有啊。什么账号？什么举报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各位兄弟啊。对，好，各位兄弟他妈的真的很崩溃啊！这也是我打算，这也是我自己打算改变我的直播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不想再跟一些认知很低的人在接触了。我觉得你可以。就是我希望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热爱学习的人，但或许你现在对某一个维度的知识了解不够，这种我愿意跟你接触，但我不希望你是个蠢逼，知道吗？太讨厌蠢逼了，接触起来很难受。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有的女的他妈的，她说自己有厌蠢症了，我终于知道了。我也能理解很多女的为什么，他要找他妈有钱的男的，因为他觉得他妈没钱的男人有的男的他既没钱又很蠢，跟他在一起相处真的很难受，对吧？是的啊，对，好 ，OK，好，欢迎各位兄弟啊，感谢各位兄弟来收看我们今天的内容，感谢大家，因为这里是转播，这里是现场直播啊，现场直播炮仗声太大了，什么叫炮仗声？什么叫炮仗声？好 ，OK。那我们今天继续开始给大家分享啊，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好，人数到的差不多了，我们正式开始给大家分享今天的内容。OK，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长期关系博弈的最后一个系列，叫灵魂征服。第一期讲了关于怎么样识别一个女生，以及从刚认识一个女生到跟她确定关系这个周期内，女生有哪些雷点千万不能触碰。不然他会把你的小辫子揪到，在以后的相处吵架中，屡次把你抽出来鞭尸。第二期昨天晚上讲的是第2个系列，从在一起确定关系那一天开始往后倒推3个月之内，你哪些雷点不能做？因为3个月是定生死的阶段，3个月决定了这个女生是否愿意真正和你长久在一起，还是简单的浅谈一下。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从一段关系在一起3个月之后，奠定了想要长久在一起的基础，到一生一世一辈子，怎么样能够做到让这个女生持续对你感兴趣，喜欢你，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你，怎么分都分不掉。到时候你会陷入到一种极端叫幸福的烦恼，就是你真的不想在一起了，我真的不喜欢你了，但是他还依然死死粘着你。你已经跟他说了，以后你不要再缠着我了，他做不到。那么如果你也想感受这种别样的烦恼，你一定要听完我今天的直播，好不好？你做了我今天讲的这些事情，想让一个女生离开你，你痴心妄想，你想什么呢？
听了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你还想他妈的谈完恋爱就分手？不要做梦了，好不好 ？OK， 能不能讲快一点？这个人给我永封，好不好？你跟他妈的小姐一样催，快点！我他妈又不是卖的，我又不是嫖客，你让我这么催我干什么呢？而且你他妈又没有付我费，真的很崩溃啊！给我永封，这人给我永封，看到没有？永封了没有？永封了，3个号全部永封啊！能不能讲重点？这个人永封，能不能讲重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妈重点，给我永封这个人啊 ！OK， 混响开大了，那我离近一点，声音小一点，好吧？声音小一点。好 ，OK， 回声有点大是吧？啊 ，OK， 再逼逼这种话，再继续永封，不要再给我逼逼了。我已经在尽力调整了，你不要要求这么多，好不好？你他妈的把对我的要求，对妹子的要求，你对我的要求，哪怕1/10对妹子要求，你都找不到这样的女的，你信不信？你月薪2万以下，如果长得不帅，你找女朋友只有一个标准，叫她是个女的，会呼吸，还能有第2个标准叫会呼吸，就是个活的女人。OK， 好，真的是直播，对，真的是直播哦。OK， 那么我们就正式开始给大家分享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先讲一个大概的框架，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女人会因为什么永远不离开你？来，所有的哥们儿在评论区告诉我，女人会因为什么原因永远不离开你？来，所有哥们儿在评论区打出来，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啊，各位兄弟，你们觉得一个女人会因为哪些特点离不开你？大家打在评论上让我看一下有没有说对的啊。有的哥们儿说因为习惯，有的哥们儿说是爱情，有的哥们儿说是物质，有的说是安全感、情感、社会关系啊、资源。遇不到更好的了，魅力、喜欢，哎，我觉得各位兄弟，都回答了大概一部分，但是没有回答完整的，因为爱、陪伴。好，我告诉大家啊，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男情女情博主在这儿讨论长期关系，男女之间的一些羁绊，男人会因为什么点离不开女人，女人会因为哪些点离不开男人，可能有无数个这样的点，其实他们说的也对，但是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叫你找的是个牛逼的女人，你找的是个优质的女人。因为陪伴，因为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会离开你，那指的是绝大部分普男普女、国男国女、大部分普通人，但是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我今天只给大家讲，真正一个女人、优秀的人不会离开你的原因，牛逼的人不会离开你的原因是什么？好吧，来，我跟大家讲哈，就这3点，只有这3点。所有你现在看到街头上的任何一对高质量的情侣，他们互相不分开，还这么幸福的在一起，一定是占了这3点的其中1点，不然不可能长久在一起的。第一点叫真心喜欢，记住我这里用了2个词，叫真心喜欢。这里指的喜欢的定义，并非是从开始认识一个女生，追求她，觉得她长得挺漂亮，她觉得你长得挺帅的，或者觉得你蛮有钱的，不是这种这么浅层次的喜欢。喜欢就是字面意思，就是喜欢原本的模样。现在人哈，一上来就说，哎，我想加你个微信，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蛮喜欢你的，蛮喜欢你的穿搭，觉得你蛮喜欢你的身材，那都不叫真正的喜欢。这里指的喜欢就是发自内心的。我等一下会给大家详细解释什么是真正的喜欢。第2个点呢，就是付出的足够多，不甘心。这一点我发现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有，我觉得男人可能占个80%-90%，因为在一个人身上投入的沉没成本足够多，付出的足够多，真的舍不得离开。但是还有一部分硬汉，像我一样的男人，他是可以抽离掉的。但是我发现100%女人不会抽离不掉。女人只要她是个女人 ，girl， 只要她是个雌性，她一定非常非常在意自己曾经在这个男人身上投入的青春、时间、X、金钱，她一定舍不得离开。你记住，无论他是谁，无论他现在事业多么成功、多么有钱、多么牛逼，社会上光环有多么闪耀，他这个点一定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好吧？要不然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2年法则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女的只要跟你在一起超过2年就分不掉了，因为超过2年以上，在女人的定义里，那就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青春了，她绝对不可能分手的。还有第3点叫利益绑定，好处利益，这个我觉得算是长期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前2天讲的东西啊，更多是从刚认识到确定关系从认识到关系定型这段周期，你做的一些操作行为，让这个女生觉得有必要跟你认真相处。但是你想要让这个东西长久发展，其实很简单哈。这个道理就好像你创业招员工，一开始或许因为你的个人魅力，因为乱七八糟的很多因素奔着你这个人来跟着你混，但只要足够久的时间，大家都要什么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穿衣吃饭，一定是得有点好处，一定得能赚到钱，没有人他妈的跟着你白干的，对不对？这3个点我认为最重要的。好，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给大家分享啊。首先，怎么让女人真心喜欢你？如何让对方真心喜欢你？想不想听？听我给大家慢慢阐述啊。如何让女人真心喜欢你？好，来，我们看一下第1点，如何让对方真心喜欢你？是不是听了网上的一些什么男情女情博主讲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告诉你都是扯淡，我跟你讲的才是最对的。首先最重要的第一点叫成为她历任男朋友中印象最深刻的。我采访了非常多的女人，我通过她们嘴巴里描述出的感情故事和让她们这辈子到现在为止最难忘的那个男人，就这2个人是占比最高的。第1点叫初恋，第2点让他改变最大的那个男人。你现在在街头随机找一个女人，或者你问你身边每一个女人，你问她，你说到现在你还忘不掉那个男人是谁，就你现在还对他有感情，还喜欢那个男人是谁，一定是这2者的其中一个。也就是说我认为啊，让女人能够持续喜欢你，能够让你对你印象最深刻，一定是你对她做的这个事情，或者你跟她在一起相处的那个周期体验是她前所未有的，人生中第1次，或者是只有在你这个人身上才能感受到。第2个就是让她改变最大的。你知道，你们看到很多情侣，很多这个女的爱这个男的爱到死去活来也不愿意离开这个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他们的关系结构是2个人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的是个土鳖，是个小地方来的，或者这个女的是一个白莲花，非常单纯。然后她和这个男人在一起可能3年的时间，这个男的把她改变得非常彻底，就是他通过这个男的，比如说这个男的可能带她买了奢侈品，又带她提升了认知，全世界旅游，或者是给他提供了某些工作，甚至是这个男的给他讲了很多人生道理观点，他通过跟这个男人相处的那段周期内得到了非常大的成长提升，甚至5年后10年后，这个女人做人做事的很多准则还是依据这个男人当时教过她的。你可以把这个点理解为叫第2个爹，这里的爹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是全方位的第2个爹。你去问一个女人最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这2个。而且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点，就是你去问很多女网红就是你在一个城市啊，这里我要再给大家分享个干货，这太干了啊，太干了，就是你在小地方3线城市，你看到每一个来的外地的女人，都是因为男的让她来的，你信不信？所有在3线城市看到的某一个外地来的女的，这女的好像也没什么工作，都是因为她和这个男生可能在某个大城市或者她自己的家乡认识，甚至是2个人在网络上认识，然后这个男的给她交房租，养她，或者是包养，甚至是他俩谈恋爱，或者这个男的已经结过婚了，他俩是这个女的是2+1。所有3线城市的外地女生，绝大部分
是这个角色和身份。你在2线城市看到很多不像网红的网红，就这个女生她，就是这个女的，你感觉她，好像不像网红一样这么乱，也不像网红一样，就是天天找男网红聊 S 啊，或者天天去喝酒找男模之类的。你觉得这个她干的是网红的职业？他做的这个工作很不好，但是他这个人好像又没什么问题。这种都是因为在最开始某一个男的给他带过来的，因为某个男人来的，然后这个男的关系不好，两人分手了，或者男的伤害他了，一定是这样的，好吧？这是这个然后初恋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之前给大家进行过女性分类，那我其实自己最擅长追的一类女生叫精致女。我发现精致女，她后来在遇到的你知道所有的高分她是怎么样的吗？我跟大家讲啊，高分我们之前有一个女性分类，女性成长史，其中非常强烈的描述了女生她的一个恋爱经历。首先在她最开始的时候，她会在学校里面谈一个还不错、综合条件很不错的男生，因为一个正妹，她从小到大不缺男人的追求，所以她对异性的追求很慎重，她不会随便谈恋爱。她最开始谈的那个男的一定是她最喜欢的，然后她在最开始谈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男人，但是因为她找的那个男的也一定是一个魅力体，两个人都很优秀，所以毕竟走不长远。因为互相之间都是比较高傲的，两个人可能在前期互相吸引的这个过程是非常丝滑顺畅的，但是到后面很细致的相处，这两个人就互相都不会屌对方，互相都不会对对方提供这么多的情绪价值，也不愿低姿态，所以两个人年纪又很小，谈恋爱跟过家家一样，他感情就一定不会长久，后来会分手。分手之后，正妹的第2个男朋友是什么呢？叫骗子。正妹的第2个男朋友永远是骗子。谈完，因为她谈完第1个男朋友，对这个男朋友失望了，或者让他树立了一个观点，就长得帅也没什么用啊，也不要听男人嘴上说着嘛，要看更多的东西。然后他会经历第2个男的，这个男人是骗子，骗子把他骗完之后，他觉得男人再也不能相信了，他觉得男人都一个样，这个时候他会被第3个男的死死拿捏，就是我上面写的对他改变最大的。这个时候他会遇到一个综合各维度都超过他、降维打击的真正有实力的优质男。那这个男的可能比他大15岁，然后这个男的教他做事，带他成长，巴拉巴拉怎么样，最后他还会被这个男人再骗。然后经历完这个男的之后，以后接触的所有异性或者谈的每一段恋爱，那都是叫什么？有壳没魂，那都是。说白了就是觉得到年纪了该谈一个，或者孤独了想找个人陪伴，或者觉得有利可图，甚至是觉得试一试。只有在前面这3场恋爱，一个是骗子，一个是初恋，一个是让他改变最大的那个男的，他是真心喜欢的。但是骗子最后他发现这个人是个骗子，比如说发现我这个樊公子是就我这个职业，那肯定也不会喜欢我，他就会记得这2个人。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各位兄弟，懂不懂？各位兄弟能理解吗？这个才是最让他记忆深刻的2种人。所以你在和一个女生接触的时候，你先问她之前有没有谈过恋爱，没有谈过恋爱，你很有可能成为这个男人。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再看你是不是综合各维度降维打击他，同时你还愿意给很多女情博主称为这种类型的男人叫什么呢？叫称这种类型的男叫伯乐男，女情博主喜欢称呼这种男人叫伯乐男，各方面都比你强，还愿意帮助你，在你身上不求回报。那么这种男人呢，在我眼里看来非常的傻逼，所以呢，我能成为这样的男的，我他妈也不成为这样的男的。我为什么要让你改变这么大呢？对不对？我成为对方的初恋，我很愿意，我双手举手，对吧？双手赞同。但是让我去给别人提供价值，付出不求回报，让他变得更好，对我一点好处没有，我不愿意。我也不需要让你这么喜欢我，对吧？钱喜欢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再讲第2点，叫最特别的对他好。我采访了这么多女生，接触了这么多女生，每次跟她们聊天的时候，我都会问她，我说那难道就没有条件平庸，各方面都很普通的男生让你也很喜欢他，印象深刻吗？还真有，那就是满足着第2点，叫特别的对他好。你不要觉得对女人好，
就是你知道网络上总是流传这种声音啊，说你想吸引一个女人，一定要表现出跟其他男人的差异化，很特别，屌用没有？别人不吃屎，你吃屎，你真的很特别，但他妈你不吸引人，对他没有好处，对他没有帮助。但是你光对他好，你又成胖猫了，你又光成舔狗低姿态了，也没有用，你得又好又特别，对吧？比如说我之前接触一个女生。那我问就是之前呢，我跟他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翻云覆雨之后，我问他，我说这辈子让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男生，为什么让你印象深刻？对你做了哪些事情？他跟我说，因为他在几年前有一次，这个男生已经追了他好几个月了，他都不愿意答应这个男生，因为不是这么喜欢。直到有一次生病了，在病床里躺了22天，这个男的每天准时准点，雷打不动的来照顾他，坚持了22天，他病好了，两个人就在一块儿。还有就是为了两个人过得更好，你努力到让他心疼，记住啊，你得让他记住，这有个大前提，叫为了两个人过得更好。有可能你是为了自己更好，但一定要让女人感觉是为了你们两个人更好。你努力要让他心疼，记住得心疼，得他妈流泪，得哭，好吧？这哥们儿又问说不上班吗？哎呦我操！不是你他妈不在牛棚里待着，你不在牛棚里马棚里待着，你出来了，哥们儿。遇到一生挚爱还跟工作干什么呢？不是，这是跟你一辈子厮守在一起的女人啊，这是要跟你生活一辈子，是你 to live 真爱，这辈子都要，这辈子你跟她在一起，你都热血澎湃，看到她你就开心，你还工作，工什么作？上什么班？你家是有，你那工作是有皇位要继承吗？你那工作能财富自由吗？对。好，仔细听我讲啊。对，就是为了让两个人过得更好，因为我也问过很多女的，我发现啊，很多女的她如果前男友条件一般，因为她前男友条件优秀，她一定会跟你装逼展示自己前男友，家里面有多么有钱，学历是什么学历，然后开什么车，乱七八糟的。展示价值这个层面，或者对她好的层面。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女生，她男朋友条件非常一般，这个时候她没有展示价值点，她会通过男朋友为了他们这段关系做出的一些付出而进行描述。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女生啊，她跟我老是夸她的前男友说，家里面很穷，非常非常穷，然后呢，他们俩一起卖减肥药。然后这个男的为了因为他跟我是这么讲的，他说他因为那个女的是一个酒吧的驻唱歌手，然后他女朋友每天晚上唱歌要到凌晨2点钟才下班，然后每天呢都是她男朋友去酒吧门口接她回家，因为害怕女朋友自己一个人不安全，就直到有这么一天，他女朋友就反正晚上就这个妹子路上被骚扰了。路上被喝酒喝多的人骚扰了，然后他女朋友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然后那个男的呢当场就在那哭，在那流泪，并且就是类似于发誓一样，说我一定要买一辆车，然后就开始他妈的在网上做微商卖减肥药，知道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他给我讲的。他说当时他给我描述了很多细节，这个男的为了赚到这个车子的钱，每天晚上工作有多么努力。知道吗？然后他跟我说，这个男的本来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为了让他俩过得更好，把自己的性格品质都变了，能低三下四的降低自己的自尊去赚钱，就是为了他。其实这个男的可能也不是真的为了他俩，可能也有他妈自己的目的，但是他这个事情一说出来，他这么表达出来，他就说这个男的怎么样。我发现他这个点他能记得，但其实这个事儿能算什么？那不就一个男的想买辆车，然后工作？我觉得工作努力上进是应该的。本来你谈恋爱你有辆车，说实话，这车也不是给别人买的，也是给自己买的，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在女人的视角，她就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还有，记不记得我之前采访一个女生，我问她，我说这辈子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女的，她说是，跟她谈恋爱的有一个男的。虽然家里面很有钱，但是他父母每个月给他的生活费固定卡到某个数值以内，
然后这个男的呢就省吃俭用，每个月固定给这个女的打多少钱。等两个人在一起半年之后，这个女的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男的没有我想象中每个月零花钱这么多，他都是自己节省的，把剩下的大部分钱都给我了。那一刻他觉得非常非常感动，都流眼泪了。我告诉你，就这一点，懂吗？你信不信？各位兄弟，我告诉你，你一定要相信樊公子讲的话。我给你讲的，都是第4等级的见识，不就是我说出的很多观点，可能你一上来一听不符合你大众对一个事情，就是正常第1层维度的东西，是你都知道的；第2层维度是你不太知道，但是你有共鸣。我给你讲的是最高程度的，就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好吧？啊，你看这哥们儿说太二了也，前提是他家有钱，啊，这不傻逼吗？我这样也。什么叫傻逼？你他妈跟你喜欢的人做这个，怎么能叫傻逼呢？我今天讲的是长期关系。哎，不说了啊，不说了，不说了啊。对，所以让两个人过得更好，就是你只要展现出这个特质，他一定会把这些故事给他女朋友讲的，而且他周围所有的闺蜜一定非常非常羡慕他。就算他周围有拜金的闺蜜，嘴上说着这有什么用，心里也羡慕不已。这种故事无论跟谁讲，大家都非常非常羡慕，懂不懂？啊，如果你不听就算了啊，你不认同就算了。我只能说，你这辈子获得不了一个真正喜欢你的人。你相信我这么做一定有用。你可以问问你可以回头把我今天讲的东西给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发，你看她认不认同，好不好？你看她认不认同？你不是女的，你不懂。我只能说你不是个女人，你不懂。啊，好 ，OK， 好，来，我们继续开始给大家讲。对，然后呢，你这个是最特别的对她好，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东西。你反正就是说让这个女人感觉到你是，她从来没有遇到过对她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遇到过，你是头一遭，唯一特别，她就会记得你。然后她欣赏你的品质，你刚好有。每个女人喜欢的品质有区别。我觉得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类型的女生，但是我能想到的啊，是所有女生在一段长期关系中都喜欢的2个品质，一个叫专注认真，一个叫聪明上进。我觉得就这2点是所有人都不会排斥的，因为你要是再细节化的一点，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我认为你就太多品质了，就太多特质了，那根本就是你做不完美的。但是你说大部分女生都比较喜欢的就是专注认真。你经常听有很多女生说认真工作男生很帅啊，一个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他把他手头上的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女的没有撒谎，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谈了很多次恋爱，其实呢，我这人是一个脑子很笨的人，我做很多事情我只能一心一意，我没法一心二意。其实很多人是他妈的聪明，其实他已经很认真在听对方讲话了。或者他干这个事情他就是很认真，但是他可能坐姿稍微有点慵懒，他表现出的状态好像他不在意。其实女的都不会觉得你是专心的人，你是专注的人。你一定要做到就是全身心投入。这里我讲的是指在一起之后你要表现出来的样子。你追他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追他的时候你要一心一意，那你会忽略他的感受，他会觉得你不在意他。你跟你在一起情绪体验很差。我说的是在一起之后，你做任何事情认真，让他看到。还有就是你非常的聪明上进。这个聪明上进呢其实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行为模式，或者是一种性格，一种状态，就是你永远不被困难所打倒，遇到任何问题你都非常坚强一笑了之。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心安，懂吗？如果你和对方在一起他没有很心安的感觉，你这个吸引力会减少一大半。你知道，各位兄弟，你能懂什么叫心安吗？就你现在发烧了，师傅把你拉到医院了，这一刻看到医生那一刻心安了，懂吗？
学两性情感，看到我的视频那一刻心安了，懂不懂？外面下着鹅毛大雪，大冬天的，你一进到老北京涮羊肉，看到那一锅热腾腾的火锅的时候，心安了，就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对，专注认真和聪明上进，他就会觉得他跟你在一起就非常有安全感，啊，他心就非常安，就这个感觉非常好，是吧？能理解吗，各位兄弟？能理解吗？情绪稳定不要一惊一乍，不是情绪稳定，跟情绪稳定没有关系。就是心安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人做出的10个选择9个都是正确的，他知道你不会，就是你看，哎，这种东西很难表达。就是说，在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这人靠不靠谱，你一下都能看出来。比如说，这人做的10次选择9次都是错的。你有没有谈过这样的女朋友？2个人一起说去上海旅游，8点把你拉起来，结果一看票是他妈中午12点的，2人到了这个出租车上，发现哦呦身份证忘带了，这个女的回头又拿身份证，2人急匆匆的赶到火车站，发现他妈的买的是杭州西站，结果你干到杭州东站来了，就这种人你就不心安，懂不懂？你跟他在一起你就不心安。或者这个人啊，他做的很多决定，你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他说我操，我前几天刷了一个视频，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东西，我就买了。就这人如果频繁做出的都是这样的选择决定，你就不会心安。但是如果你每一次，比如说你带这个女生吃一家餐厅，你说这个餐厅是我在哪里找到的，做了哪些攻略，我又问了哪几个朋友选了这一家，这样的事情，然后你带她去旅游，去一个地方玩，然后你给你这个旅游的缘由解释的非常清楚，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你很心安了，很靠谱了，你懂吗？就是你做事的一种方式，懂吧？对，就这个点啊，好，来，所有哥们儿记住啊，如何让对方真心喜欢你呢？就是这几个点，成为他历任男朋友中印象最深刻的，用最特别的方式对他真心好，还有他欣赏的品质你刚好有，他对你有崇拜的感觉。其实第一个点需要的是什么？你各维度降维打击他，或者你的恋爱段位降维打击他，才能做到第一点。第2点叫最特别的对他好，就你这人是真心喜欢他的。第3点叫他欣赏的品质你刚好有，就是你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所以你发现有没有捡漏空间呢？如果你是个牛逼优秀的人，就有捡漏空间，你不是就没有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就是屌丝，你听完我今天的内容你也没有用，因为他需要你本身是一个很优秀的人，而且你还是发心很正的认认真真的喜欢一个人，就你不想着迎机取巧，你不想着用那些乱七八糟的方式方法哄骗，那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就非常非常有用，懂吗？所以到头来哈，你会发现在任何一种交易市场上，这个世界就没有捡漏的存在，都是1分钱1分货，1份耕耘1份收获，事出反常必有妖，没有通则的例外，对不对？所有东西都是这样，你会发现最有用的东西，它就是最难做到的东西，它也是最稀有的东西。那些他妈好容易做到的都没有用，不贵的东西、不稀有的东西都他妈没有用，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在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内，我跟你讲啊，因为老钟很喜欢偷工减料，这一点承不承认？啊？如果你有米，其实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过得很幸福。如果你条件是很普通，甚至很差的话，那其实在某些地方，它的幸福指数会更高。因为在某些地方，他就算再便宜的东西，再普通的人，他也在他的能力范围内也会做得很好。不同的价格对应的产品也是相对的比较好的，但是在我们这个体制内，你会发现它两极分化很严重，好的东西就特别好，然后只要不是特别贵的，只要不是特别难得的，都他妈是草台班子，都是忽悠人，都是他妈的次品，是不是？是不是？
我现在不是觉得便宜没好货，只要不贵的都没有好货，只要容易得到的都不是好东西。我希望各位兄弟能理解啊，我希望各位兄弟能理解。好，这个是第一点，叫如何让对方真心喜欢你。你做这几件事情，就可以让女生真心喜欢你。如果这几点你真的做到了，她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好吧？这是第一个维度，叫对方真心喜欢。所以很多人说，你看啊，很多人说钱啊，感情真心在钱面前一文不值，对吧？喜欢有什么用？能比得过别人砸钱吗？你那个喜欢他妈很劣质，你那是瑞幸咖啡的喜欢，我这是他妈阿拉比卡的喜欢，能一样吗？对不对？同样是海岛，你是他妈青岛的海，我是马尔代夫的海，那不一样的。你那个喜欢是个廉价的喜欢，劣质的喜欢，别人的钱是非常牛逼的钱，对吧？但同样，如果你有这么高质量的喜欢，对应别人给的那碎银几两，那他妈你就干过他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没有傻逼，大家都是在评判的，知道吗？好 ，OK， 来，我们再看第二点，叫付出足够多加不甘心，就付出足够多，不甘心离开你，这是一个女人这辈子不会离开你的第二个原因，也是长期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个是我们本片的核心，也是我很着重想要给大家强调的啊。我认为有4个点。所谓的女生在一个这里就是很多哥们儿经常说的叫沉没成本啊，引导女生付出啊，在一段关系当中投入的时间、精力、感情，那我觉得大概就这些点。但是我要给大家校正一些注意事项。来，所有哥们儿，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非常到位、非常精彩，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 FGZ5807。我把今天的全程录播分享给你，另外我今天写的内容也可以给你，好吧 ？FGZ5807找到我，我把今天的内容全部给你。来，所有的哥们儿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GZ5807，我把今天写的内容发给你。好 ，OK。首先，第一个叫时间。你看，大部分人他说。时间、精力、感情，巴拉巴拉，他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他对时间的理解真的深刻吗？他都是错误的。什么叫真正的时间？那叫有质量的时间才叫时间。如果跟你在一起是他妈受罪的，时间越长越恨你，对不对？你通过转移支付和一个喜欢帅哥的女人在一起，时间越久，他越想盼着你赶紧早点死。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痛苦的。什么叫时间？来，大家仔细听好啊。第一个叫总时长，当然这是很重要的字面意思。第二个叫有效相处。所谓有效相处，是指你们俩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得有话聊，得有事儿做，得有沟通。你得像一个采访者一样，一点一点把对方的心声吐露出来，挖掘出来。两个人要经常进行交流总结。就好比你关注我1年的时间，你2个月才看我1场直播，和一个哥们儿1天看我10个视频，连续看他妈的1个月，你觉得谁跟我之间，谁在我身上投入的时间多？那必然是后者，对不对？所以这个时间它一定得配上有效相处。就是我看过非常非常多的情侣，你们之间是没有话讲的，就你和你女朋友每天就是那3板斧，吃了吗？睡了吗？累不累？忙不忙？两个人感觉就跟那个机器人一样，提线木偶一样，就你俩没话说。女朋友后面2个字叫什么？叫朋友。你得跟对方有的聊，你跟什么人能成为朋友？共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价值观，俩人能说的话说得来，能一起玩，对不对？那这个才叫相处时间，才叫有效相处，才要沟通。我遇到什么事情跟你倾诉，你能给我说出个1、2、3、4来，你能说到我心坎里，你也能给我分享你最近遇到的事情，咱俩能一起再探讨。第3点，动脑子付出精力，这个是绝大部分国男、闺男、宅男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你2个人在一起那2年的时间，那其实是这个女人享受了2年的时间。她有没有为你
动过脑子、付出精力。比如说，他有没有去认真研究你喜欢的那个东西？你喜欢那个东西怎么买？或者有没有偷偷的观察你？对吧？有没有不经意间听到你说了哪句话，或者你跟你朋友打电话的时候，你在说，哎，那个东西我还蛮喜欢的，想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是太贵了，还是过段时间再买吧。他有没有记住？你过生日的时候，他有没有偷偷的把你所有的朋友叫过来？哎，那一天突然给你个惊喜，准备好久的生日礼物给你，有没有？有没有在某一天晚上下班了，他突然穿个兔女郎的情趣内衣在家里面等你，给你玩一个浪漫？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没有吧？对，这里我指的相处时间，他得动脑子、付出精力，在那思考，在那研究，多看多想，去针对你的喜好。去做一些背后的付出，给你一个惊喜，或者说，当你在遇到某些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帮你去解决，懂吗？他会帮你去解决，他会去就是比如说你受委屈了，你受欺负了，他会替你出头，这种都叫付出精力，都叫动脑子。他会去帮你想问题，那我就有这个能力。因为谈每一个女朋友，我一定会让她帮我做一些事情，无论是我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哪怕她过来跟我一起直播，跟我一起拍视频，都叫，就是她得为我们这段关系倾入一定的心血，不然她一定不会珍惜的。这第一点叫时间质量。第二个叫 X， 我认为很多哥们儿那几年的恋爱啊，你谈了，你可能发生过无数次 X。但是你每一次 X 都等于是第一次，因为都是重复性的。我觉得还是我沿用上面的一句话啊，一个女生这辈子会记住你，一定是第一次跟你做这个事情，或者跟你做的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或者为了你突破了很多东西，对吧？那这个我就不隆重强调了，你都懂。那么再说第三点啊，叫感情啊。经常有女生说跟他在一起半年，哎呦分不掉，有感情了，这东西不舍得丢，有感情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什么叫感情？什么叫感情？这个车我舍不得卖，对他有感情，为什么？因为他是你当年来杭州、来上海、来成都、来武汉奋斗的人生中的第一个结果，他陪伴你走过了多少年的青春，他跟你吃了多少的苦，见证了多少闪耀的时刻，所以这个你觉得他陪伴你这么独特的时光，你产生感情了。为什么这只狗你会舍不得把它抛弃？因为当你难过伤心的时候，就指着它给你一个精神寄托呢。而且你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对你很坏，都没有感情，唯独这个狗它不会离开你，所以你对它有感情，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指的感情叫美好的体验，或者是特殊的体验，一起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不是你俩在一起久了就有感情，能理解吗？各位兄弟能理解吗？能理解吧？能理解吧？哎，所以我认为这个感情呢，它美好的体验总和。什么叫美好的体验？各位兄弟仔细想一下，什么叫美好的体验？就是跟你在一起嘻嘻哈哈的时间，无忧无虑，没有烦恼，这样的瞬间有多少？和你在一起旅游的时间，旅游的次数有多少？跟你一起吃好吃的，玩好玩的，打游戏、看电影，一起干这种幸福的瞬间有多少？有没有？哎，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没有？那在特殊的体验，什么叫特殊体验？比如说，你俩一起搬家，两人坐着货车，从月租1万的房子搬到了月租3万的房子，或者你们俩一起创业，一起看写字楼、租房子，一起找装修公司，一起买家具。
如果你俩是一个同居的状态，然后你俩一起就是比如说你吵到隔壁邻居了，然后你跟隔壁邻居一起骂架都算。就总之你得有2个人一起共同完成某些事情，其实就跟男人友谊的建立一样，要不然就干一起喜欢干的事儿，要不然就做一些就是你懂吗？这种事情就2个人一起他妈干这种事，你得做一些事儿。这个要求太多，这个要求太高了，有钱都很难做到。对啊，那你对感情的要求也很高啊。这个世界只要好的东西要求都高，你不用想了，好的东西都贵都难，都得什么都要懂我意思吗，各位兄弟？美好的体验总和和特殊的体验，特殊体验这个不包含要高大上，它一定得是你俩一起努力解决某个问题，然后让2个人变得越来越好，这都算的。解决某个问题，你2人一起在那想，你出点子，我出点子，咱俩在这合计，在这对吧？其实最小的叫他妈的旅游拍照，明天怎么拍好的照片，他指导你怎么给他拍，你告诉他比划他怎么做，对吧？这个是最小的，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有很多。美好的体验总和就是你们2个人的，其实各位兄弟，你可以这么理解，一个叫高光时刻，一个叫低谷时刻。高光时刻是你俩在非常高级的餐厅吃烛光晚餐，你俩一起提车，你俩一起结婚，对吧？然后或者你拿了什么奖，你搬了更大的房子，搬了更大的办公室，就类似于这样的高光时刻。低谷时刻就是你俩窘迫的时候，一起2人吃1碗面。冬天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没带伞，一起淋雨。那个汽车半路上坏了，2人走了2公里回到家的，类似于这种事情，懂吗？这2个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个时间密度才足够久，回忆起来才是感情不会难忘，懂我意思吧？对，好，这个叫付出的足够多，不甘心啊，这3个点啊，还有第4点，叫为你舍弃的东西，因为和你在一起而放弃了什么东西，抛弃了什么东西。我告诉你啊，你在追他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男的也正在追他，然后那个男的本来是想要在一起的，最后他坚定的选择你了，或者他很犹豫的选择你了，把那个男的拒绝了，但是他和这个男的他知道这辈子没戏了，拒绝完了肯定2个人不会再有交集了，他也会更加喜欢你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经常干这事儿。只要他，但是不是说这不是挖墙脚哈，就是你和另外一个男人同时竞争，但是那个男人在社会意义上更适合这个女的，或者条件更优秀，但是你在操作层面更出彩，这个女的上头了一下跟你在一起了，把那个男的拒绝掉了。如果他每次跟你吵架的时候，他会非常懊悔，当初我怎么没选择那个男的？但是懊悔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回到过去了，知道吧？他只能和你在一起。其实他会对你的感情会更深刻，因为他觉得为了你舍弃太多东西了。周杰伦有一首歌叫《回到过去》，我非常不喜欢，我不喜欢回到过去，我喜欢享受现在和畅想未来。我觉得人生最好的永远是在未来，过去都他妈很崩溃。好，还有就是工作啊，这个就不用说了，为了你辞掉工作，为了你从自己的家背井离乡来到你的城市找你，跟你奋斗发展，这都算。你仔细想想，你俩都是本地人，他他妈的骑个电动车10公里就到家了，他跟你吵架砰一下就回家了，他跟你分手他跟你分完手之后回家自己住300平的大房子，跟你在一起2人得租一个他妈100平的小房子。和他为了他，比如说他是新疆人，他跟你谈恋爱得干他妈3000公里的飞机，你说哪个感觉更深刻一点，对不对？
为了你，每次来找你得他妈6个小时起步，这个就不一样。为你舍弃的东西很多，为你丢掉工作，对吧？我们听到女性博主有对女生有一个称呼叫金丝雀，我觉得太他妈对了，就是得是金丝雀，就是得折断它翅膀，当然得折断翅膀了。我觉得这个女性的观点非常美妙，非常正确。就是得让她丧失工作能力，就是得让她被你养的他妈的这个没有生存能力了，每天啥也不知道，跟社会脱节了，太对了，太有用了。果然还是女人最懂女人，知道吧？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几个为你舍弃的东西为你舍弃的东西。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人说哎呀不甘心，觉得投入太多了，他的投入就是这几个点：高质量的时间，突破尝试的新 X， 绝对美好的体验或者特殊体验的感情，还有为你舍弃的东西，这才叫沉没成本。其他那些成本都没有用其他成本都没有，除了这4个点之外，那些成本都没有用你别以为他给你织个毛衣就要成本了给你买个奶茶就要时间成本了，或者你俩在一起1个月见不到1次面，跟你在一起半年，那叫感情，那没屌用的那屌用没有。对，好 ，OK。那最后一点呢，叫绑定利益，利益绑定，让一个女生不会离开你。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跟金钱有关。但是关于这个金钱呢，也不是这么简单说给钱就行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让给一个女人付出，有金钱上的付出有这么5个阶段，5个层级，你尽量满足1到第2个层级。聪明人、玩明白的人、会的人都是第1个、第2个，笨蛋都是第1个、对第1个、第2个很反感，但是特别喜欢给他妈第4个、第5个，好吧？好，来。首先，最开始叫包揽所有的消费，这也是所有男人给女人付出层级最低的。你看到很多鸡贼男，或者很多老头子找那种年轻的女生，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给你个卡或者有一定的额度，那么你想买什么东西，你刷这个卡就行了。但是呢，缺点在于你买什么东西我知道，而且有一种半不自由的状态。包揽所有的消费。第2层叫每个月固定给钱。就是给零花钱的意思，包养的意思。第3个上交工资卡，第4个给资源给项目，就是你给这个女生一个东西，让她自己有赚钱的能力。第5个叫分资产，就是把你的钱一部分给她，或者房子什么之类的。那这是男人给女人付出无外乎就这5个等级嘛。你知道国男小供养者最大的问题点就在于他对1、2非常反感。他对要1、2的女人非常反感，极其不愿意。但一旦这个女的获取他的信任之后，他特别喜欢给3、4、5，是不是？中国女性，你让她1、2难死了，但是你让国女1、2、3绝对不可能对一个男人做的。一旦这个男的获取她的信任，他把这个男的当成自己人了，4、5哭给。知道吧？4、5哭给女人付出，给异性付出也不是这么简单的花钱就行了。但是各位兄弟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维护住这段关系，你的底线就是1和2，3、4、5绝对不能做。做了之后，你在这段关系里一定处于低位，而且你的选择范围会越来越少。这就是给女人付出的5个不同的档次、不同的先后顺序的选择。大家理解没有？对，大家理解吗？理解了没有？金钱支付的5个阶段对，就让一个女人不离开你，利益绑定这个不用想了，因为到最后我都说了，到最后的最后，你把所有的招都用了，你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那只能说让这个女的非常喜欢你，不会轻易分手。但是你想让她说遇到任何问题都不会分手，让她遇到更牛逼的男人也不愿意跟你分手，那一定不行，你懂吗？一定不行。所有魅力、吸引力这样的东西，就是你不觉得？其实我们提到一些关键词大家都觉得，你会不会觉得很虚？比如说你到一个公司上班工作，
别人问你为什么，你说感觉很好。你说这个虚不虚？你不图前途，不图钱，不图他妈是。